人体吸入后，5到10分钟之内就会强烈的头痛、恶心，失去意识。如果不给予救治，很快就会死亡。哎，你说这种事儿怎么就发生在我们小区了呢？这栋楼都好几个业主都打算搬走了。这户业主的夫妻关系怎么样？应该挺好的。每次在路上碰到张姐，都提着菜要回家做饭。能每天一起吃饭的夫妻，关系不会太差吧？那，你知道他们有跟其他什么人来往吗？这对夫妻应该没有其他亲戚，具体和谁来往我也不知道。从厨房可以看出一个家的女主人的秉性。这个女主人很会持家，也很爱家。好大的烟味儿！夏凌浩是个老烟鬼了。这就是他说的给孩子准备的那间房。现在看来，更像是夏凌浩为打游戏准备的。他一个人在这打游戏。他们分房睡。可能是夏凌浩打游戏打累了，或者下班回来晚了，不想打扰张云琴，就一个人在这休息了。现在看来，一切都和夏凌浩说的差不多。夏凌浩和张云琴收入不高，想通过骗保捞一笔钱，但一时意外导致了张云琴的死亡。假设你是夏凌浩，你会怎么计划这次骗保？我？我会先跟你约定好，让你假装去煮银耳汤，然后离开厨房，进入客厅，佯装午睡。待银耳汤煮沸一出，把火焰扑灭，造成煤气大量泄漏。然后我在附近等着，并且跟你约定好暗号。如果你有些不舒服了，立刻推开窗户；如果没有，马上通知我，几分钟之内我就会上来。通常人们意识到自己中毒的时候，都会去想着开门、开窗自救，但只有少部分人能做到这一点。大部分的人都会产生抽搐、抽筋，甚至口吐白沫。张云琴也是这样，她发现自己煤气中毒，跌跌撞撞的想跑到卧室去求救，结果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最后晕倒在地，抢救无效死亡。有什么问题吗？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对了，上次呕吐物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吗？还没，说是成分太复杂，目前还没有鉴定出具体有哪些成分。那我们能不能麻烦鉴定机构的专家进行2次检测？我总觉得里面有什么关键线索。好。有香水味。他们家没有这种香水。
我们还没开始呢，你哭什么呀？对不起啊，我一想到案子就想到我老婆。对不起，对不起。夏林浩，你跟公安机关交代的说，你跟你老婆商量好了，煤气打开的5分钟后，如果她不开窗，你就跑回去救她。是。根据医护人员的证言，他们到达现场时，你老婆已经牙关紧咬，全身抽搐，面唇呈樱红色，这已经是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根据她所处的环境判断，她与一氧化碳接触的时间已经有10分钟了。那迟到的5分钟，你去了哪里啊？我往楼上赶呢，我着急往家里跑啊！那时候我们去你家调查过了，楼层不高，以你的体力跑上去大概也就1分钟吧。是的，我跑太慢了，跑太慢了。我要是跑快点，我媳妇就不可能死了。我会呀！我为什么不跑快一点？我已经跑得很快了，我没想到我媳妇会这样。这个夏林浩装得哭哭啼啼、悲痛欲绝的样子，跟案子有关的一句真话都不说，看他就是在演戏。他看起来确实有问题。这种虚伪的人啊，我看他一次就想把他虚伪的面具给他撕下来，气死我！咱们沉住气，判定案件还是要讲究实在的证据，靠情绪和怀疑没法判定别人的罪名。知道了，走吧。就是这个快递。什么东西啊？都是些生活用品。王婷婷。王婷婷是谁啊？您拨叫的号码是空号。空号。先把底单拍下来吧。2杯美式。好的，支付宝可以吗？可以。请在一旁稍等一下，谢谢。谢谢。你好。1份沙拉，1份华夫饼，1杯美式。好的，付款码请出示一下。好，沙拉先做，请您在一旁先稍等一下，谢谢。江大检察官，我来给天宇打包点吃的，他最近可辛苦了，我都有点心疼了。连手下的人吃饭都要管，真的是好领导。啊，对了，我听说九泰集团丢了那块地之后，公司情况可不大好呀。哎，江小姐，你有没有考虑过回家帮帮家里人忙啊？家里公司的事情自有人打理，用不着我操心。现在还有人管吗？出了这种泄露标底的事情，我估计公司应该人人自危，互相都不信任。东西到底是不是江家人泄露的，还不一定呢。是不是有人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偷看了标书，还嫁祸给别人？这种事情也不是不可能的吧？这种事情问我干嘛？我到哪里知道去？我只是想提醒你，纸包不住火，做错了事情，早晚都会受到惩罚的。
那我也想提醒你一句啊，不要听外面那些人胡说八道。我就觉得这事儿不会是天宇干的。女士，你的外卖好了。你的外卖好了。对了，我还得感谢你呢，多亏了你，帮我解开了一个误会。给咖啡。谢谢。我好像误会他了。谁？任天宇啊。好消息，警方联系到了快递方，查到了这个王婷婷的寄件点。但这个快递员表示，当时自己在分拣快递，并没有记清楚这个王婷婷的样子，只记得她戴着口罩，自己让她填写完订单后啊，就没再管她了。可是那个王婷婷留的是个假号码，我们就找不到她了。现在我们以快递员所送的那一片区域为基准点，开始搜索这个王女士。但张警官也说了，那一片啊都是小区群，像我们这样子没头苍蝇的找一个发快递的，无异于大海捞针。从另一个方面说啊，这个王婷婷很有可能是从另一个片区故意到这里寄快递，企图隐藏身份。实在不行，那就得问问夏林浩到底认不认识这个王婷婷了。那个夏林浩装模作样的，嘴里没有一句实话，就算问了，大概率他也会说不认识什么王婷婷。现在线索全都断了。上次啊，你们在夏林浩家发现的呕吐物也没有检查出什么，虽然做了2次检测，但我估计啊，这结果不会太明朗。喂，陈法医。有新的发现？好，我现在就打开查收。我发到群里了。尸斑呈樱桃红色，肺脏巨噬，细胞浸润。食物残渣里有花生残留，气管可见水泡样分泌物。对，通过病理解剖和尸体解剖，可以判断出死者对花生过敏，同时呕吐物里查出了花生成分。过敏？死者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对花生过敏啊。夏林浩，没想到你人虽然进来了，还有人继续关心你呢。你什么意思啊？狱警已经把这个交给你了吧？寄件人是谁呀？王婷婷跟你什么关系？我不认识他，我收到东西的时候我都懵了，这可能是他记错了吧？你别装傻充愣，记错了能寄到看守所。我倒是挺好奇，你妻子都过世了，谁这么关心你啊？如果我老婆在，她一定不舍得我一个人在这里受苦。行了，别嚎了。夏林浩，公安机关勘验现场时，在你家地板上发现了一滩呕吐物，这是怎么回事啊？呕吐物？我也不知道啊。我们检验过了，呕吐物里面的成分很复杂，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委托了鉴定机构，也没有鉴定出来里面是什么成分。不过
审查期间，我们又委托了鉴定机构进行了2次检测。经检测，呕吐物里面含有花生的成分。法医根据氧化的程度判断，是死亡前3小时服用的。你应该知道你老婆对花生过敏吧？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我和她结婚那么多年，我没有见过她对什么过敏。那再说了，你们怎么知道这滩呕吐物是我老婆的呢？根据你老婆的验尸报告显示，她胃部的残留物里面含有花生的成分，这是她没吐干净的。公安机关之所以没有拿这件事情单独问你，一是因为他们没有对这些残留物产生怀疑；2是因为你老婆是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这明显的死亡原因很容易让他们忽略了你老婆在死亡之前已经出现了其他不适的状况。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老婆一定是想让自己再痛苦一点，就偷偷把花生吃了。怎么那么傻，老婆？怎么那么傻？说好就咽下去，你干嘛那么傻？你刚刚说你老婆为了更难受，所以吃了花生，那说明你之前说你不知道你老婆对花生过敏，是说谎对吧？我没说谎。无所谓了，无所谓了，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反正我老婆死了，我真的也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你们枪毙我吧！你笑什么？我笑你每次审完夏林浩就气得不行。你也看到了，他每次都是那样，一哭二闹三装傻。问他什么他都说不知道，他以为这样我就没办法了。等张警官找到那个卖花生的人一指证，到时候不需要他的证词，我一样能让法官治他的罪。喂，张警官。好，知道了，谢谢啊。他怎么说？他说他们又派人去夏林浩家附近的片区转了一圈，卖花生的摊贩很多，但都没见过他。一个也没见过啊？没有。你说这花生夏林浩也不能自己种出来吧？你干嘛去？我自己去找那个卖花生的人。你好，你们这里卖花生吗？有。哎，这有新鲜的，要多少？那您见过这个人吗？不买花生啊？没见过。我们再分头打听一下吧。好。我把附近菜场的老板都问遍了，没有一个人见过夏林浩的。哎，你说，这花生难道还真是他自己种出来的？要不咱们先回去，明天我去调监控看看。也只能这样了。走吧。哎，老奶奶，我来帮您吧。哎，那谢谢你们了。要是明天再找不到那花生怎么办？啊，你们要买花生吗？我这儿就卖花生啊。不过今天卖完了，你们要是买的话，过2天就有了。那，您见过这个人吗？有印象。哦，对，他在我这儿买过花生，他挺大方的呢。他跟我这儿买了挺多花生的。当时我说要找他钱，结果他走得好快啊，说不用找了。怎么，你们要找他啊？谢谢。法医在死者的呕吐物还有胃部残留物里面发现了花生的成分，但是死者生前对花生过敏，绝对不可能故意食用花生。为了查明花生的来源，我跟严律又跑了一趟小区，碰到了一个老太太，她可以证明花生是夏林浩从她那里买的。
于处尹处，有什么不妥吗？案子诉了吗？诉了，应该就快开庭了。这么快？这么说吧，我们压根儿就不相信夏林浩说的话，明显他就是想杀了他老婆骗保，现在又骗我们司法机关说什么意外，怎么可能啊？不过诉了就好。你相不相信是一回事儿，你用法律规定的方式把它证明出来是另外一回事。死者对花生过敏，死前吃过花生，夏林浩案发前又买过花生，这中间联系不就证明了吗？夏林浩买过花生，就能证明死者吃过花生吗？他小区的4个门口都是有监控的，根据监控显示的情形来判断，案发当天死者是没有出去过的，他的小区里面也没有什么吃饭的地方，所以他大概率是在家里吃饭，他也不会故意的去吃花生，家中又没有别人，所以夏林浩让他吃的可能性极大。如果夏林浩一口咬定是死者误食了花生，你怎么应对？这个，那个老太太的证言交给法院了吗？是的，这个是重要证据，我还要申请她出庭。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但是又说不出来。我建议你慎重对待这个证人的证言。对了，上次说那个寄快递的王女士，后来找到了吗？啊，还没有。我们判定案件啊，一定要慎重，各位，慎重再慎重，因为如果有一块证据拼图没有拼好，就有可能影响到整个结果的认定，明白吗？明白。明天开庭，没想好的问题就不要回答。拜托了，任律师，我相信你，我们配合好，一定会没事的。当然了，我会确保你没事的。任天宇那边开庭了吧？开庭了。有胜算吗？他是新派律师，我相信他有办法。可夏林浩不是个省油的灯，为了自保，什么话都说得出口的。我相信天宇的能力。任天宇是个心思缜密的人，明明看出夏林浩在撒谎，而且还这么冷静，看来在他心里已经预估过风险了。我把案子给他之后，他就在心里推演了无数种可能性。你还真的以为他依然信任你吗？他信不信我是他的事儿，我信不信他是我的事儿。糊涂！我警告过你，对他不要动真的。你给我把信收回来，你们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以后你会知道的。我们商量好的，钱到手之后，一人一半。他拿到钱怎么用，我不知道。但是我只想存起来，毕竟这钱是他拼了命换来的，我想为将来做打算。被告人，按你所说，如果你妻子受伤的话，你可以拿到多少赔偿金？130万。如果你妻子死亡的话，赔偿金的数额有变化吗？不会，还是130万。那你有申请理赔吗？有。什么时间？在我老婆死后的第2天。保险公司答应赔偿了吗？没有。我递给保险公司的资料都是齐全的，但是他们说审核还需要一段时间，让我回家等。我就回家了，但是没到半小时，警察就来了。从你妻子死亡到你申请保险理赔金，这1天之内你都做了什么？反对。该问题与本案无关。审判长，我的问题是有连续性思路的，请对方律师不要故意打断。反对无效，被告人请回答。
我很难过，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吃不下睡不着，我一躺下就做噩梦，我梦见老婆，我不想再回忆了。被告人，证据显示你妻子是当场死亡的。第二天天一亮，你就把你妻子的遗体从医院接了出来。若不是警方及时赶到，你就托人插队把你妻子的遗体火化掉了。这就是你所谓的噩梦吗？哪怕你妻子已经死亡，你就这么着急销毁她存在过的痕迹，一点都不留恋吗？我没想到她会死。你就没想过你？审判长，我的当事人有话要说。被告人，你要说什么？我把我老婆接出医院，是不想送她进太平间。我着急火化，是不想警察解剖她的尸体。谁愿意自己的亲人刚死了，就被开膛破肚呢？我老婆死了，我真的很伤心。在医院有好几次，我差点昏过去，是护士掐了我的人中，我才勉强撑下去的。这些都有人看见的。按你所说，你跟你妻子已经商量好了，5分钟之后，如果她不开窗，你就立马跑回去救她，并且拨打急救电话。但是证据显示，你妻子与毒气接触将近10分钟，那迟到的5分钟你去了哪里？5分钟后，我是要去救我老婆的。但是在进大门的时候，我发现我忘带了门禁卡，然后我就按了很多邻居的门铃，但是因为紧张，我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没有人愿意给我开门。当有人给我开门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个问题我之前就问过你，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回答？还有，你说的这些有什么证据吗？审判长，被告人庭前说什么并不重要，只要在庭上给出合理的解释就可以了。至于有没有证据支持，我方会向法庭出示邻居的证词以及门铃上的时间记录。公诉人，是否还有证据需要向法庭提交？审判长，我方申请证人张佩兰出庭作证。证人，也要如实向法庭作出陈述。如果故意提供虚假证言，你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就是他，在我那儿买过一回花生。你怎么能够确定跟你买花生的就是他呢？那是因为他那天买的挺多的。那天我准备的花生其实已经卖的差不多了，但还能炒好几盘。他好像挺急的，就都买走了。那他具体买了多少呢？大概有这么小半筐。那天的时间你确定吗？不记得了，不过我记得地是湿的，头天晚上下过雨。我们列出了当月的气象状况，天气以晴朗为主，下雨天集中在24号到26号的3天，其中25号那天间歇了1天，也就是案发当天。证人，除了这些，你还记得被告人当天对你说了什么，或者是你看到他做了什么吗？哦，对了，他急急忙忙买花生的时候说了一句，他中午要给老婆做饭。你确定是亲耳听到他说的吗？那当然是亲耳听他说的了。确定吗？确定。我老了，但是耳朵不聋。他就是这么说的。审判长，公诉人对证人张佩兰的询问暂时到此。沙凌浩，对张佩兰的证言，你有什么要说的？是他教我说的。是你教我说的。审判长，我坦白，刚才我所说的一切都是他教我说的。
他让我说我忘带门禁卡，然后按了邻居的门铃，从而导致时间的耽搁。他让我说我着急火化是因为不想警察解剖我老婆的尸体，不想我的亲人被开膛破肚，都是他逼我的，都是他逼我的。肃静。什么？等我回去再处理。夏令浩点名让任天宇当律师是你的主意吧？夏令浩犯的罪，也许只有任天宇这样的人才能帮到他，不对吗？夏令浩一口咬定是任天宇教他撒谎的，您到底给他什么好处啊？他死就死了，干嘛要拉一个垫背的？我帮他推荐最好的律师，给他出律师费，打赢了算他的，打不赢就一口咬定是任天宇教的，然后您再给他出钱请更好的律师打无罪。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您还承诺给他一笔封口费，这笔封口费足够他老母亲养老的。这样他里外里都不亏呀。但是夏令浩不会知道，您根本不会给他打无罪。夏令浩，他死不足惜。任天宇，刚刚夏令浩在庭上说的，是真的吗？我知道你又要说我不配做律师，以后离我远一点。对不起，路标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是我错怪你了，是朱瑾告诉我的。可是你为什么当时都不反驳我，哪怕给我一句解释也好啊？新人不在了，解释有用吗？但是如果今天你说不是，我就相信你。律师协会的通知，要立案调查，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你必须停止手上的一切案子。好。你的信息都挂到网上了。我无所谓。无所谓？你怎么什么都无所谓啊？你的律师执照都快没了，你还无所谓？你就甘心做一个像我这样连官司都打不了的律师吗？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有人在针对我。是谁你也知道，你都没有能力解决，我着急有用吗？那你也不能。好了，正好最近挺累的，借这个机会歇歇不也挺好的吗？人渣倒霉了。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任天宇走到今天，都是他自己做的，做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真是活该。还好当初你们分手了。
你不觉得这些人忽然同时翻供很奇怪吗？你心疼他了？不是，案子归案子。你还记得之前叶泽被网暴的那件事吗？这事我能忘记吗？当时是有人想搞叶泽，找人在背后运作的。叶泽是公众人物，难免会引起轩然大波。但任天宇他只是个律师，哪来的那么大影响力？连头条新闻都上了。我有点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我记得以前有人跟我说过，如果所有人的矛头突然都指向一个人，那一定是有人在背后引导舆论。我觉得这个时候吧，你不至于还这么护着他。你的意思是，他是无辜的？其实今天庭审之后，我问过他，但是他没有回答。可我看他的眼神，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贾文静，你还跟他说话了？你不会？不是。其实朱瑾之前找我解释过，他给我听了林薇薇跟任天宇的录音，漏标的事情都是林薇薇搞的鬼，跟任天宇没有关系。那你还不赶紧去告他？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证明就是林薇薇，怎么告啊？那倒也是。之前我说任天宇是黑心律师，他没有解释。但是日子渐渐久了，我发现他不是那样的人。现在这么多人一起说任天宇是黑心律师，他还是没有解释。我总觉得好像有什么隐情。既然我不能让夏凌浩逍遥法外，也绝对不会让任天宇蒙受不白之冤。静儿，我觉得你变成熟了。这还用你说啊？这是什么意思？暂缓年审而已，我还没让他的律师执照吊销呢，急什么？您到底为什么这么针对任天宇啊？吊销执照，您知道对于一个律师来讲意味着什么吗？我当然知道。倒是你最近三番五次的为了任天宇闹脾气，我想劝你想清楚了再跟我说话。我只是不愿看到有任何人再像我一样被吊销律师执照，被行业封杀。区区一个律师执照，你要跟我提多少年？你的律师执照被吊销以后，我不是照样给你投资开律所，什么都没耽误你吗？区区一个律师执照，在您眼里什么都这么不重要，什么都可以用钱来衡量吗？妈走了之后，您根本就不回家，每个月就知道给我打钱。我那么努力的学习，就是想足够优秀，好让您能在意我一点。好不容易得到的律师执照，就因为您一句话，我就替您去打假案子，把律师执照搞丢了。对呀，您特别轻松的就帮我开了一个律所，可是您跟我说过一句对不起吗？您只在乎我是否能帮您达到目的，根本不在乎我为了您的目的付出什么代价。一个刚入行的律师，就打假案，被吊销了律师执照，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梦想，瞬间都化为泡影。我现在想想都不知道那些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这些事情您到底关心过吗，爸爸？薇薇，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
您到底为什么这么容不下任天宇啊？当年在我们的一个项目中，有一个叫杨东华的审计，他们夫妻二人在车祸中死了。这跟任天宇有什么关系啊？那对夫妻就是任天宇的亲生父母。这件事情，当年警察已经查清楚了，是因为卡车司机酒后驾驶导致了意外事故。可任天宇就是不相信，一口咬定是我干的，所以他就处心积虑地接触你舅舅，接触我，目的就是想搞垮我们，为他父母报仇。那您跟舅舅去跟他解释清楚啊！您这样一直针对他，你们之间的误会会越来越深的。可是他不信呐，他就是不相信我说的话呀，他只相信他脑子里的臆想。可是再这样下去，他就被您给毁了。